而此时，萧炎体内的元气疯狂地涌动起来，也就是世界之力。他想要将元气催动到极致，然后借助主境灵魂的力量，窥探出光阵中的破绽所在。再给萧炎兄一些时间吧，毕竟这光阵极为的不简单，想要在其中发现破绽也极为的不简单。众人也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萧炎到时候给出的答案了。而有一些队伍之中的人马也是议论纷纷，其中有一些人不满的道：如果他找不出光阵内的破绽，那我们到时候该怎么办？此话一出，包括李颖、武费、紫翼晴等众多顶尖强者也是沉默了下来。我相信萧兄能够做到，毕竟他可是炎帝。此时，一道宏伟的坚韧之声自五行天队伍中传出，众人闻声望去，正是灵动。这灵动的实力，众人也是非常的知晓。他与萧炎皆是来自下等级世界的人，不过其天赋和实力已经超出了天元界中的无数天骄。我也相信萧炎兄，毕竟他乃是大年大千世界的传奇人物，就算是到了如今，他依旧是传奇人物。这时候，万寿天队伍的最前方，一位金袍男子望着远处的神吞化界阵，对于萧炎，他同样有着极大的信心。那两位也是下等级世界来的人，似乎与萧炎总指挥的关系很好。既然他们都这么说的话，我们也只能相信了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总指挥给我们带来光阵的破绽之处吧。众多队伍中的强者开始齐齐出声，心中也只能相信萧炎了。这家伙的实力虽然只有最强主宰后期，但是在他的身上竟然有一股令我都极为忌惮的强大气息，真是令人震撼啊！或许奇迹在此人的身上并非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混元天最强第一的天渊域队长也对萧炎有着极大的赞赏。随着他们灵动牧尘的开口，越来越多的各大诸天中的队伍人马皆是微微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同。众多人马开始分散开来，但是却形成了重重保护的姿态，将萧炎守护在中心重要的位置。而萧炎此时仿佛并没有察觉到外界的任何动静一般，他的眼瞳深处绚丽的火焰不断的流转着，一圈又一圈的年轮开始散发，并且还有着一股无形的灵魂力量正在笼罩着这片天地间，将整个远处的神吞化界阵也笼罩在了其中。他正在靠着主境灵魂的力量开始窥探神吞化界阵中的破绽之处，而这般全力催动的主境灵魂力量窥探，足足持续了10天的时间。在第10日的时候，萧炎那闭上的双眼猛然一睁开，一股炽热的气息从眼瞳深处所散发而出，一道有些嘶哑的声音从萧炎的喉咙间轻轻地传荡出来。终于找到了山巅之上，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是在这一刻全部汇聚在了萧炎的身躯之上。找到了！山巅上，一道道目光带着按耐不住的惊喜，尽数的投向萧炎的身影。不过此时的萧炎神情显得格外的疲惫，显然就算是达到最强主宰后期的修为，在全力施展主境灵魂之下的10来天时间，对他依旧是造成了极大的负担。若不是他的意志力比较坚韧的话，恐怕说不得直接就在这数十天的窥探中被彻底的震散意识了。这神吞化界震荡真是好恐怖啊！萧炎暗自的感叹起来。如果不是这座光阵并不完整，凭他如今的实力与灵魂境界，就算是窥探的灵魂尽散，都不可能窥探出其中的破绽之处。但幸运的是，萧炎的运气总归比较好。萧炎微微的抬起头来，望着那些面色惊喜又紧张，将他紧紧盯着的众队伍人马，然后点头表示确定。然而下一刻，众人顿时欢呼出声，紧张的面庞之上有着如释重负的笑容浮现而出，因为他们都明白这一步的重要性。如果萧炎找不出光阵的破绽所在，就算是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都填上去，恐怕也无法撼动这道光阵结界的丝毫。而他们作为各大诸天中的顶尖势力，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将10道祖气主脉尽数的霸占。此时紫翼晴以及王熙等人心疼地看着萧炎，看来这所谓的各大诸天大部队的总指挥并不好当，而且还顶着所有人的压力。周围有着一些的艳羡的目光投来，毕竟在此处云集着各大诸天中有不少天之娇女，可紫翼晴在其中无疑是最顶尖的存在，无论气质还是容颜，都是在无数天之娇女之中脱颖而出。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之中，紫翼晴慢慢的对萧炎有着一丝好感，以及这段时间跟着萧炎这位总指挥的各大队伍人马，对萧炎也渐渐的开始真正的认可了。天约域的李颖望着这一幕，目光之中微微的有些波动起来，而一旁的武费也是有所感觉，对着萧炎抱拳道：萧炎兄，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，我们各大诸天有好的一个结果，你定然是居功至伟，守卫功臣。听到大家这么说，只是神色平静的摇了摇头。他之所以会这么拼，同样也有他自己的目的。他来到古元天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，就是想要在其中获得神灵之物，而这神灵之物可以作为自己体内容纳神之力量的神骨，只有在体内种下神骨，才有资格踏上成神之路，不然没有神骨的话，就算是获得了神之力量的本源，也无法从主宰巅峰突破至神止境。如今这神灵之物到现在都未曾出现，想必应该是存在于10道祖气主脉之中了。所以萧炎不可能坐视其他势力将那10道祖气主脉尽数的霸占，那是让自己成神的关键之物，谁也不能阻扰。如有谁想阻扰他，那么萧炎不介意一路的杀过去，就算对方是非常强大的存在，也一样如此。林兄、牧尘以及李颖兄，你们将各大天域的人马分为500人数一支队伍，每一支队伍都持一枚玉简，其中有我烙印下的方位。
一旦进入结界后就开始行动，这些队伍将会散布于神吞化界阵之内，动摇结界的根基。不过，这道光阵结界的一些节点之处，必然会有对方的一些强者在把守，而你们的任务便是要尽可能的去突破这些节点，唯有这样持续的突破下去，才能够真正的破坏这座道神吞化界阵。听到萧炎那严肃郑重之声，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皆是面色变得肃然起敬。萧炎总指挥放心吧，我们全力应敌的。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浮现出一抹郑重之色。对于祖气主脉的诱惑，各大诸天都是要势在必得，毕竟这关系到各大诸天的未来气运。萧炎闻言也是点了点头，眼目有些疲倦的闭拢，毕竟灵魂力量的消耗实在太大了。那么3日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攻这神吞化界阵。虽然语气极为的平静，但是却有一股肃杀之气升腾而起。灵动、沐尘、李隐等人闻言，皆是纷纷闪掠而出，开始将这些命令发布自己的队伍之中。3日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萧炎的状态也彻底的恢复至巅峰。此时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以及李隐等人立于山巅之上，眼神冷冽地注视着那道扭曲空间、笼罩天地间的神吞化界阵。他们隐约地感觉到，在那大阵之内，也有着无数道目光在看着他们一般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萧炎真的能够找出光阵中的破绽之处。萧炎总指挥，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了。林飞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萧炎转过身，望着山脉之中，只见的那里有着上千人的队伍，整整齐齐的排列。狂风在山脉之中开始呼啸起来。萧炎凝视着这些由各大诸天队伍汇聚而来的人马，缓缓地开口道：“诸位，此次破阵唯有2条路可走，一条路是打破结界，夺得祖气主脉；另一条路是争夺失败，全军覆没。一旦进入光阵的结界，我们将再无退路，记住了吗？”萧炎的声音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之中，所有人都明白此战的重要性。一旦他们将10道祖气主脉拱手相让的话，那么未来他们各大诸天域中的气运也会随之衰弱，而抢夺了10道祖气主脉的那势力中，不知道会因此诞生出多少的强者。如果这势力随着壮大起来，开始入侵各大天域的话，那么他们都将会被残忍虐杀，自己的家园也都会被破坏，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。此次的古元天之中，各大天域的至尊、天至尊、主宰境的强者都是齐齐出手，他们也是为了整个诸天生灵的未来博取着更好的希望，甚至连大尊级别的人物都出手了。只不过到如今，他们也未曾见到各大大尊的身影。难道他们是遇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吗？面对着暗天族还不算什么问题，他们忌惮的是暗天族背后的那道神秘势力。这道神秘势力极为的强者诡异，而且他们还在筹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，所以许多人的心中有着紧张以及不安。但这般时候，竟是并没有任何人选择退缩，因为想要更好的未来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或许只有勇往直前，才会让未来的各大诸天有好的气运。选择临阵退缩的话，那么等待的只有毁灭般的命运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以及李隐望着那一张张决然的面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对着众人点了点头。各大诸天的每一支队伍，随我们一起进攻。话音落晓，萧炎的身影率先冲天而起，对着远处矗立于天地间的光阵结界爆射而去。随后，灵动、沐尘、李隐也是带着每一支数500人的队伍进入那神吞化界之中。轰轰轰！在其后方，上千人的队伍也是如蝗虫般的呼啸而出，铺天盖地，气势恢宏。神吞化界阵内，暗天族的暗令盘坐于山巅之上，他伸了伸懒腰，抬起头来望着大光阵之外，嘴角掀起一抹弧度。这些蝼蚁终于是来送死了吗？在其身后，有着暗天族的最强主宰实力的强者，以及9位先天神族的古圣也是现出身影。毕竟无神的计划这一次必须成功，所以为了防止各大诸天联合起来爆发出大战，泰米古圣直接也将其余9位古圣都加入其中参战。而这些古圣的实力基本都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，而各大诸天队伍的顶尖势力领头人才达到最强主宰巅峰，甚至加起来也不超10人。这也足以说明先天神族的强大之处。仅仅不到几年的时间，先天神族便是有着如此强大的强者诞生，真是令人不敢置信。要是真的计划完成，那么先天神族不就是彻底的掌控各大诸天以及整个天元界了吗？这些诸天的人真的是找出进入神吞化界阵的破绽之处了吗？其中暗天族的一位强者笑着开口道：“不可能，就算光阵有缺陷，也不是这短短几日就能够找出来的。”这时候，一名先天神族的一位古圣嗤之以鼻：“那位炎帝或许在泰迷的眼里有些忌惮，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废物，多半是在装腔作势。也不知道泰迷为何如此小心着炎帝。你或许没有与炎帝交过手，此前从泰迷和南明的嘴中得知，他们当年与炎帝交过手，说此人拥有极为霸道的火焰，就连他们当时都无法战胜炎帝，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。”另一位比较沉稳的古圣对着众人讲述道，毕竟他还是比较相信泰迷和南明所说。我倒是希望这位炎帝真能够进来，不然的话也实在是过于无聊了。暗令则是一脸无趣，他如今的实力
乃是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，就算对面这些先天神族的古圣，恐怕也有一战之力。当他们在说话的时候，各大天域的大部队已经是呼啸而至，迅速地抵达了那层层扭曲折叠的空间之前。光阵内古圣们的声音也是停了下来，眼神各异地望着此前的画面，然后下一刻，他们便是见到那立于大部队最前方的那道黑袍身影，似是抬头看向了光阵之中，那目光犹如是看见了他们一般。萧炎伸出手，轻轻的一挥，在其后方，那铺天盖地的数千人马顿时爆射而出，毫不犹豫地撞向了那扭曲折叠的空间各处方位。而在碰触的那一瞬间，暗令等人感觉到这道光阵似乎也是微微地颤动了一下。在他们想象之中的光阵伟力，并没有将各大天域的人马尽数抹杀。然而这些队伍在接触到扭曲折叠空间的时候，身影便是陡然地消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暗令和9位古圣便是察觉到，有着无数道强大的元气波动在光阵的各处突然的绽放，山巅之上的气氛隐隐的有些凝固下来。先天神族的古圣们皆是面庞阴沉，暗天族的暗令面无表情，但那眼神中的寒意却是连空气都险些被冻结了。那个叫炎帝的家伙，还真的是低估了他呀！这一刻，他们哪里还不知晓，神吞化界阵的破绽之处，真的是被萧炎花了10天的时间给找出来了。很快，暗令也是冷静了下来，转过头对着暗天族的强者淡淡的说道：“都别浪叨了，去守住最重要的那些结界节点。既然这位炎帝带领各大诸天的大部队这么有胆魄的话，那就让他们全部都死在这里吧。”当萧炎、灵动木、陈离影等人率先踏入神吞化界阵的那一瞬间，他能够感觉到空间开始剧烈的变换，然后片刻之间，他们已是出现在了一座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岛屿之上。岛屿的几微的广阔，四周的空间则是呈现扭曲的模样。萧炎现身后，他的后方也是不断的有着人影闪现而出，约莫数千人。那领头的正是紫翼晴、王熙等混元天中的顶尖强者。这里难道就是神吞化界阵的内部了吗？紫衣晴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便问道。萧炎看了看，点点头。他看了看每一支队伍，并未有所遗漏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王熙沉声地问道。这里是进入神吞化界阵内部的一处节点，只有通过此处，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深入这道光阵结界中，最终抵达核心区域，才有机会真正的破坏神吞化界阵。萧炎对着众人开始解释道。不过这道光阵中拥有着浩瀚的伟力，我们难以将其撼动分毫。比如眼前这处节点，即便是联合我们此处的所有人力量，都是无法将其击破。说完，萧炎指了指正前方那扭曲折叠的空间，其中所蕴含的那股伟力，连他都是感到一丝心悸之感。众多队伍的人马也是个个神色凝重起来，不过他们的目光都看向萧炎，因为他们都知晓萧炎能够带他们进来这里，那必然是有着应对的手段。萧炎也是无奈了，轻叹了一声道：“接下来的局势不靠我，需要靠各大诸天所有队伍一起联手。”然后萧炎取出一枚紫金色的玉简，玉简上有光芒绽放出来，直接是在面前形成了一幅光幕画面。此时光幕之内正有着1000余个光点分散开来，不断的闪烁着。这些光点便是我们各大天域的那些队伍。此时他们分散于神吞化界阵的各处，他们应该是撞见了暗天族的诸多强者镇守节点，他们那边的战斗已经开始了。此次大家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的击破结界的节点，只有这节点被破坏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，我们此处的空间才会受到影响，到那时候就是我们进入光阵更深一步的时机了。光幕中，他们能够看见其中的一些光点在不断的变得暗淡，甚至有着光点突然之间直接消失，那代表着有队伍应该是已经全军覆没了。看到这里，不少人已是拳头紧握起来，眼眶隐隐的有些发红。即便他们无法亲眼看见那种厮杀，但却能够想象出是何等的惨烈。看来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的最后一战，大家都在用命为各自开路，来开启进入神吞化界阵更深处的道路。这就是在面对着与强大敌人战争时的残酷，并且无可退后可言。因为一旦退后，各大诸天域就将会面临未来的气运将会逐渐的衰弱减退。萧炎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将心境平复了下来，说道：“诸位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抵达光阵的深处区域，将神吞化界阵给破坏掉，那么到时候光阵的反噬力量同样也会彻底将我们的敌人给吞噬击破。我们已经没有后退的路，只能勇往直前，拼尽全部的力量，才能够有着夺得祖气主脉的机会。”萧炎说完，身后众人皆是紧握着拳头，眼神凌厉，并且非常的决然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萧炎便是亲眼的看见了将近100个光点开始逐渐的消散，代表着有近100人的队伍人马被击杀陨落。那些可都是主宰境的强者，曾经只要达到主宰境，便可成为一片天地的大主宰。可如今，主宰却是变得能够被强大的敌人一个一个的击杀掉。主宰之路已经不再是终点，他们需要更强的力量来守护自己的家园。那么，这股更强的力量，便是所有主宰巅峰的强者连做梦都想突破的神之境界——神奇境。不过，神指境并不是那么要突破晋升的，这是神的领域，必定需要具备成神的条件。所以，很多主宰巅峰的强者都止步于此很久很久。面对着这种惨烈的伤亡，没有人能够保持无动于衷。一些敏感的女子，包括一些天之娇女，也是红着眼眶低泣出声。不过，
他们的牺牲并非是没有价值，因为萧炎能够感觉得到，眼前的空间开始剧烈的波动起来，并且有着裂痕自虚空之中浮现。诸位，不要浪费了这上百人用生命为我们打开的路，此战诸天必须胜利。萧炎冷冽的声音自这岛屿之上响彻开来，下一瞬，他们的身影爆射而出，直接是与那扭曲折叠的空间碰撞，而后尽数的消失而去。除了他们这些队伍之外，还有灵动以及牧尘也各自率领了一批队伍，在其他区域进行攻打敌人，击破各个节点。在灵动与牧尘的带领之下，伤亡的人数较少，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有着无比强大的领头人。天渊域的队伍则是在另一处节点处，李颖静静地矗立于队伍的正前方，神色肃穆。这是混元天最强的顶尖队伍，就算是暗天族在此前对齐，也不敢正面交锋。不过，就算他们乃最强顶尖队伍，此刻他们所面对了比其他队伍更强的对手，正是暗天族。早就听闻天渊域乃各大诸天排名第一的强大存在，今日我暗天族便要击败你们天渊域，我们暗天族才是真正的最强主宰。这时候，暗令已经带着暗天族的部分队伍围堵了天渊域的队伍。是吗？那么就看你们暗天族有没有那本事了。李颖的语气不甘示弱，旋即便是爆发出惊人的元气波动，直接压制住了暗天族的其他强者。而唯一没有任何动静的，则是暗令，因为他也同样催动了自身的强大底蕴，压制住天渊域这边的人马。这一次皆是排名第一的顶尖队伍，在这一刻也彻底的爆发了。究竟是混元天排名第一的天渊域更强，还是隐世五大强族之首的暗天族更厉害？不出意外的话，要不了多久就会知晓结果了。暗令，使出你的全力吧，不然你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李颖身上的强大气息不断的释放而出，这股力量已经达到了主宰巅峰的层次。那是自然，对付你我可不会放水，因为只有击败你，我们暗天族才是各大诸天中的真正主宰者。暗令冷笑一声，身上的强大元气波动也同样达到了主宰巅峰。双方队伍的领头人相视一眼，然后在下一刻身影消失不见。众人都知道，这一次主宰巅峰的战斗彻底打响了。随着天渊域和暗天族的开战，其他队伍也同样面临着威胁，因为他们也渐渐地发现，这光阵之中的对手可不仅仅只有暗天族的强者，还有着其他陌生面孔的顶尖强者，而他们都是自称是先天神族。而另一处节点的队伍之中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，紫翼晴、王熙、林飞等人皆是肃然而立。萧炎的手掌一抬，有着数道金色玉简飞出，落向众人。各位，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。这几条路线是最为重要的，因为这直通一些重要的节点处，但那里也必然会有一些强者把守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必须将其突破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或许就是你那里的一场失败，将会导致那些会用生命为我们开路的人白白而死。大战已起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这一场诸天气运之争，我们想要赢，依靠的是我们所有人。所有人都是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手中紧握着金色的玉简，眼中有着肃杀之意在流淌。接下来，没有人在说话，而是静静地调整着自身的状态。很快，空间再度波动起来。萧炎与众人目光对视一眼，然后在紫衣晴绝美的脸颊上停了停，冲着他轻轻点头，示意他多加小心一些。下一刻，所有人的身影爆射而出，直接是与那扭曲的空间开始相撞。空间波荡间，一道道的身影凭空消失，然后一股肃杀之气酝酿而生。不，当萧炎再度穿过扭曲空间的时候，只见得漫天黄沙席卷，竟然是一座沙漠之中。在其身后，空间不断的波动，一道道身影紧随而至。你们不用跟着我的，我这一路恐怕会是最为艰难的。萧炎冲着他们有些无奈的笑了笑，说道：这段时间拿了你的好处，总得帮忙做点什么吧。王熙便是开口说道：在这古元天之中，萧炎帮了他们很多，他们也想要给予回报。虽说以萧炎现在的实力，他们也无法帮助太多，却是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所以即便跟着萧炎会有危险，但他们却并不害怕。然后其他一些队伍中的人也出声道：总不能什么担子都让总指挥来扛吧？放心吧，总指挥，我们很有自知之明，不会拖你的后腿。其实主要是跟着你，感觉机缘会更多一些，哈哈。这时候有着不少笑声传出来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也让得萧炎心头有些微暖。这支队伍就由王熙兄帮忙指挥，而你们的作用是，如果遇见了比较强大的节点，就将我此前给予你们的阵旗在特定的方位插下，以此来抑制结界的力量。到时候对方应该会有强者来阻拦，你们各自都要小心一些。萧炎将这些话嘱咐好后，萧炎也就不再多说什么。他望着眼前的沙漠，双目微眯，旋即踏步而出，如闪电一般，直接是出现在了1000丈之外处。而身后的队伍则是在王熙的带领之下也紧紧跟随。很快便是在那沙漠中发现有着一座石峰矗立，极为的显目。而此时在那石峰上有着一道道强横的元气波动涌现，锐利的目光戒备地盯着他们这道队伍。萧炎的神色倒是没什么波澜，因为他发现那群把守之人最强的一人实力也只是最强主宰巅峰出阶，这般实力或是换成另一批队伍或许够呛，但是对于萧炎这支队伍却是毫无阻拦之力。王熙他们在察觉到这般情况的时候，倒是稍微的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第一道节点并不算太艰难。不过
就在他们松气的那一瞬，只见得那石峰上空间忽然微微的波动，一道黑影缓缓地现了出来。那道黑影气势如渊，整个人透着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。什么人？而当萧炎见到此人时，瞳孔顿时微微一缩，此人的气息有些令他熟悉。炎帝，我们是什么人？你都忘记了吗？圣天魔帝是否知晓？这道黑影出现在众人眼前，阴险地笑道：“圣天魔帝。”萧炎的眼瞳微微一动，然后似是终于想明白了什么一般。原来你们就是暗天族背后的神秘势力，与我想象的一样。那么此前各大诸天的势力诡异的消失不见，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。萧炎则是直接猜出了他心中的困惑，难怪暗天族如此的胆大，选择与各大诸天的顶尖势力对抗。原来在他们的背后竟然有着圣族的强者。炎帝真是聪明，还是被你知道了。不过今日你们都必须死在这里。黑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，想要我们死在这里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萧炎的声音依旧无比平静，虽然这道黑影的实力乃是最强主宰巅峰高阶，但对于萧炎来说依然有着可以对抗的力量。没想到在第一个节点就派出这等顶尖强敌出现，还真是令人吃惊。而身后的王熙和紫翼晴他们的面色大变，强大的元气疯狂地运转起来，迎战大敌。原本应该是最后出现的顶尖强敌，竟然在他们刚刚进入神吞化界阵就遇见了。你们这些蝼蚁也敢挑战本座，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黑影的目光幽深地注视着紫翼晴和王熙二人，淡笑道：“你们真的觉得能够破得了神吞化界阵吗？”紫翼晴冷冷道：“能不能破得了，谁知道？只要打了试了才知道。”黑影淡淡的道：“一群对我挑衅的蝼蚁而已。”然后他的嘴角在此时掀起一抹诡异的笑意，伸出手掌，只见得他面前的虚空竟是有些扭曲起来，一道空间裂痕被硬生生的撕裂，一道人影竟是被这黑影之人从中抓了出来。而当萧炎等人见到这道人影时，面色顿时一变，被其自空间中抓出来的人赫然是他们队伍中之人。这个人是你们队伍中的蝼蚁吧？黑影之人笑眯眯的道：“你们太小看我先天神族的神吞化界阵了，你们进了此处就如同待宰的羔羊而已。炎帝，你要记住，是你害死了这些人。”哈哈哈！那人被黑影之人抓住脖子，脸颊涨红，似是在疯狂的挣扎，但却无法挣脱。而萧炎的眼神变得极为的阴沉下来。想要救这蝼蚁吗？黑影之人打了一个响指，前方的空间微微波动，竟是撕裂开一道空间裂缝道：“带着你的人从这里出去，我可放了他，否则的话，可就别怪我将其化为虚无。”而回应黑影之人的是萧炎陡然间如闪电般爆射而出的身影，只见得一道道残影掠过虚空，并且有着绚丽的火焰升腾而起，直射石峰之上。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这位炎帝究竟有多么强大，竟然令泰弥如此的对你忌惮。黑影之人见状，顿时冷喝一声，最强主宰巅峰高阶的强大元气底蕴尽数的爆发，直接是身化洪流，与萧炎狠狠的撞去。